你知道在日本生病的时候要怎么看医生吗？你有听过什么是 genetic iyakuhin 吗？你知道在日本看完医生之后会拿到一张只有属于你的身份证吗？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本看医生的各种妹妹嘎嘎。大家好，我阿龙。大家最近还活着吗？之前呢，就是有在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对，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那集 podcast 的话，可以点这边或那边。我之前在离开日本的最后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搬家嘛，所以需要大扫除。那就在大扫除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不知道碰到什么脏东西，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意外的发生了人生第一次非常严重的过敏。对，那也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需要在一个很紧急、有限的时间内，然后去找到一间可以治疗我的医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日本就医的全攻略。那我们就开始吧。以我的例子来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遇到日本的国定假日。所以呢，有时候像 Google Map 上面，或是他们网站上面，其实资料并没有这么的及时。所以那个时候呢，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好，所以我还特别的加上一些特别的关键字，譬如说就是有在假日营业，就是那个日文是叫做 shikujichi eigyo 之类的这样的关键字下去，那你就会更明确的去找到适合你的医院。那除了这样子呢，其实还不够。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预约的部分了嘛。那在我那个时候啊，就是虽然我已经确定说我有找到了这样子的医院，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找的第一间医院啊，我已经到现场了，但是却发现那间医院根本是已经是一个未营业的状态了，知道吗？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个资讯并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通电话。对，就算你日文再烂也没关系，你就是打一通电话，真的要打一通电话，找到抓一个人，就是柜台的人员，问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开。那如果他们连电话都没接，那你基本上就是放弃这一间，赶快再找下一间。对，所以呢，先确认好这个营业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他们有没有营业这一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确认好这些事情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预约的部分了嘛。那就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其实在日本的系统，医院的系统，其实跟台湾应该是蛮类似的，就是他们有电话预约跟线上预约。那如果你是日文比较没有这么流畅的朋友的话，但是你又要看医生，那我是建议你就是可以走线上预约这个部分，因为你不需要跟人互动嘛，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光是看汉字，你用看的，你大概80%你看得懂。那基本上会需要的资讯其实很简单，就是个人的姓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地址、电话这些这样的资讯。那比起你用电话讲的，其实你用打的应该会比较简单。所以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大家走线上预约的部分，因为那个预约完之后，通常他也会及时在系统就是 book 一个时段，然后甚至有的还会寄信给你。寄信到你的calendar 上面，所以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说你已经成功的注册了这个时段，然后去看医生。我们完成预约动作之后，其实我们就到了现场，到了医院嘛。那假设通常大家跟我一样，一开始就是初诊的人。那在日本的他们的那个医院的流程里面呢，其实初诊的时候，台湾也是初诊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都要去填一个叫初诊单的东西。那初诊单呢，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日文 N 万测验的那个题目，就是他会问你说，比如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啊，你有没有喝酒？当然最重要的，他会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这一次来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来这边看医生的？那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医生跟护士他们可以判断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资讯。所以呢，大家在填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拜托一定要好好的填。通常啊，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撇步，就是我去看医生之前，我都一定会疯狂的查字典，把我想要表达的那些也许是身体器官啊，或是说你疼痛的状况，就是尽量用简单的日文去呈现出最符合你当下的一个状况，让医生跟护士可以有办法用有限的资讯去评断你的那个目前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是曾经有来过在诊的病患的话，其实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
我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遇过的，就是日本啊，他们有一个很奇妙的制度，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叫做在诊小卡的那个卡片呢，它上面其实会写着你的一个个人编号，所以你如果今天，比如说你出诊结束之后，他给你一张卡，你下一次来看医生的时候，你要带这张卡去给那个柜台人员，让他们可以及时的用这张卡去找到你的个人病历，还有就是你的过去的个人资料，他们会用那些资料去和你个人做一个比对，然后来知道说你现在是这个人要来看医生，那他过去有什么病史病历。那我有简单的上网查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像是以前的日本的病历系统其实没有这么的现代，所以他们都需要透过这样子的小卡的方式，有点像是一个索引卡、索引表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去找到这个病患相关的资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没有带这张卡的话，会发生什么事？那通常呢，我也都会忘记带这张卡。可是就我所知，我自己是还没遇过，就是有一些医院他们会要求你一定要带这张卡来进行复诊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带，他们就会视为你已经遗失了这张卡，要你重办，然后你还要再多付一次手续费。像我查到的医院的资料有300块到500日元不等。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下次拿到这张卡的话，就记得收好。那你下次需要复诊的话，记得带张卡过去。接下来就是跟医生的1对1的日文 N0测验了。那大家还记得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去看医生之前，我其实都会先疯狂的查字典，查各种就是我觉得会用得到的日文单字。那当然有可能就是大家比如说真的是出去玩，那你不懂日文，你去日本玩遇到这个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身边有认识的朋友，或是有日本的友人之类的，他可以帮忙你一起进去看诊。那他当做一个翻译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失一个方法。对，看完之后呢，其实就是离开了看诊间嘛。那基本上呢，就是也是一样在外面的休息区等待。那大概等待一下之后呢，柜台小姐就是会叫你过去。那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很明确的跟你对一下，就是今天医生他要帮你开的药有什么。那他跟你讲完这个过程之后呢，他就会要进行收费的动作，就是你给他健保卡，然后就是把第一次的一个费用就给他之后，基本上我们看诊的部分就到这边完整的结束了。日本的情况呢，就是今天这个诊所啊，就大家看完诊之后呢，你会拿到处方签嘛。那他们呢也都是会有很多合作的药局，那基本上这些药局呢，可能都是离这个诊所不远的地方，跟台湾差不多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拿着你的处方签，那就是跟着就是比如说护士小姐跟你说要去哪个地方拿药，然后她可能有时候会给你一个地图，你就照着那个地图拿着处方签，就是到那个地方去给现场的药师跟他说你要做取药的动作。假设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药局啊，就像刚刚前面一样，你初诊的病患，那他这边呢会要你签一个，就是一个也算是初诊的单子，但是是否药品的部分。那这边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说，会遇到至少会有遇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那他会在那个就是问卷上面，还问你这个问题。那我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你要写的资讯就譬如说名字啊、地址、电话号码，就这些基本资讯。那你对于什么药会有一些副作用，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体质，或者说你有以前有发生过什么疾病、开刀什么过去的经验，还有就是譬如说你有没有喝酒、开车频率什么之类的。那基本上呢，大家运用你的汉字能力，其实你大概90%都看得懂，没有问题。但是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张表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是我一开始被问的时候，我是整个愣住，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就算我查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日文单词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边一定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这个到底在问什么东西。就是他这边问大家是说，就是你希不希望使用 generic 医药品？他问你说你希望用还是不希望用？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在台湾什么时候被问过这个问题？其实从来没有。就是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你说，就是你希不希望使用，就是不是真正正牌的药厂的药。真的讲好像有点奇妙，就是
就是大家也知道说是譬如说我们因为一开始有一些药的研发嘛，可能是有一些很知名的药厂大厂，他们掌握了那些专利权利，所以他们开发了这个药。那经过了譬如说20-30年之后，它的专利过期了，那它这个技术就是代表说大家可以使用。所以像政府机关啊，政府他们可能也许有委托其他的药厂，他们会仿制这样子的制程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副厂的药的概念。那大家就会想说，那这个正牌的药跟副厂的药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问你说，你希不希望使用这个副厂的药？那就是我也有帮大家去做了一些整理，看了很多文章，就是很多人就是也会对，譬如说今天是副厂的有很多疑虑嘛，譬如说，你今天虽然说是副厂的，但是你的药效真的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你的副厂的药可以价格压这么低？这边的差异点是在于说，就是他们虽然仿照了就是原本的正牌大厂的那个开发流程，但他们可能在某些地方可能用一些替代品。他们原本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帮日本的健保，就是可以做更节省的支出，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制度。那他们就会希望为民众说，就是他们确保这些药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譬如说为健保尽一份心力来用，就是政府提供的副厂的药。那这边就是交给大家做一个判断，就是你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说好。那他们药师就会依照你的这个需求去开副厂的药给你。那如果不 OK 的话，那他们就是 follow 原本就是正常，原本那个正大厂的那个药，然后开药给你。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卷表。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傻傻的先玩游戏，就是看到2个字跟3个字，疯狂的点下一步。这个要注意看哦，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会影响到你拿到的药是什么药。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你在药局要领药之前呢，那个药师会希望你填的这个问卷单会问的问题。好，那今天以上呢这一整集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在日本看医生的全攻略。那基本上呢，大家 follow 这一整集，除了日文的部分大家自己加油之外，其实基本上你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帮你通通整理好了。那对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验，也是可以在留言栏跟我们大家说，那跟其他的观众一起分享一下。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支持，不管是 follow、like、留言什么都可以。对，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啦。好，那以上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